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那你把人犯拘押在巡城御史府上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是想直接把囚车推到紫禁城里去报功，还是想秘密处死？首府大人，你曲解了我的意思。难道你就不怕三堂会审之时，那妖道胡说八道，对先帝对你造成不利吗？当年孟冲把这妖道引荐给皇上，是你同意的。后来我把他抓了，确实是你逼着我把他放了。如果三堂会审，这妖道把这一切都兜出来，岂不玷污了你的名声？那这么说，你现在不肯放人，倒是为老夫着想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多谢你的这份情谊。如果过去我有什么过失，我甘愿承担，也就不劳你替我担心了。这个妖道应该交刑部拘押。既然这样，王传在，把那妖道交给秦永熙。卑职遵命。说的，这儿也没外人啊，我不是故意和你怄气，你我同为阁臣，理应相互照应啊。说的，你可千万不要被那些小人蒙蔽了双眼呐！多谢首辅提醒，我张居正做人为官有自己的原则。那好，啊，我还有一事要预先和你通气，请讲。今天我已召集6科郎言官，准备弹劾冯保。届时我要起草一个内阁公本，你务必要签名。首辅，这是你们的权利，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，所以这个字我是不会签的。这么说，外头的传言是真的了。你和冯保勾勾搭搭，一个鼻孔出气，你要当心呐！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从来就不害怕什么所谓的传闻。那好，你好自为之。叫人吧。是。哈哈，好，我成了香饽饽了啊！你们都喜欢我啊！告诉你们，要不是皇上归天，你们谁敢动我一根毫毛？你们呐，是一群懦夫胆小鬼！哈哈哈！懦夫胆小鬼！大人，这不是明着欺负咱们吗？首辅大人，还是您有办法。您这一出马，人就带来了。这是块烫手的山芋，处置不当会引火烧身的。大人怕什么？那妖道真要是狗急跳墙，乱咬起人来，可就难办了。这有何难？没等他开口，咱就先把他给宰了。不要急，先看看风头再说。少爷，冯公公已派3拨人找过您。我有事啊。皇后和贵妃传旨，让您火速进宫平台相见。去大内。您还没用膳呢。不饿。叔大，皇后和贵妃娘娘在平台等您。皇后和贵妃娘娘紧急召见，有何要事？还不是那妖道的事。他们怎么讲？还用问？必须将王九思明正典刑。那冯公公的意思呢？我同太后与贵妃娘娘的意见并无二致。其实高拱也想把王九思明正典刑，但妖道绝不能落在他手里。为什么？他正在布置6科郎的言官弹劾我，这事儿您不会不知道吧？我听说了一些。所以，王九思开口之日，正是高拱倒台之时。可是王九思已经不在王传手里了。他在哪儿？
天黑之前，高拱亲自到巡城御史府上，把王九思给带走了。什么？你把人交给高拱了？哎，我派人去跟你要人，你不给，他一要人你就立即相送，你是何居心啊？高拱要人有充分的理由，难道我要人就没有充分的理由？冯公啊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我不听你解释，你这样做会让我陷于被动的。张居正，你这个人，我算是看透了。你难道不明白，那妖道落在高拱手里会产生变故的？你喊什么？张先生，请您快点，皇后娘娘跟贵妃娘娘早就到了。臣张居正叩见皇后、贵妃娘娘。张先生平身。谢皇后、贵妃娘娘。张先生，刑部员外郎秦雍熙递上一道本子，提出立即验审妖道王九思，您意如何？臣以为切不可。为何不可？如果三法司三堂会审，那王九思一案变成了天下瞩目的大案。这样做不好吗？王九思滥用丹药害死先帝，正要验审定罪，榜示天下，以儆效尤。启禀皇后，臣不这么看。你怎么看？先帝龙宾上天之时，内阁布告天下，极言先帝恭俭厚德，勤政爱民，因然沉疴不愈，距离人世。如果现在验审王九思，势必把一些不该让外人知道的机密公诸于众。我们一定要维护先帝的声誉。先帝是一代明君，绝不是一代淫君。有道理。国事不可妄动，此言不虚啊。张先生，听说这个秦雍熙是高拱的门生？这个臣尚不知晓。高拱让秦雍熙上这道本子，用心何其显露。启禀贵妃娘娘，高拱乃三朝老臣，亦是先帝深为信赖的股肱之臣，他对先帝的感情，朝中大臣无人不知。张先生此话言过其实。高拱对先帝表面上忠心耿耿，但实际上也没干什么好事。要不是他，先帝也不至于这么早就殒命。他是大不赦的死罪。容臣直言，高拱在这件事情上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但君命难违，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都说你是个明大理的人，果然不假。你有什么好主意？事已如此，也只能验审。审判之时，不但刑部、大理寺、督察院三家参加，还要加上东厂。有高拱主持，东厂参加又有何用？妹子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把验审王九思的重任交给冯公公？这个，启禀皇后，此举不妥。难道交给高拱验审？也不妥。那该交给谁？验审王九思一案，应该由臣来主持。你？第一次抓王九思是臣当机立断，后出于不得已，是臣亲自将王九思释放。第二次抓捕王九思，又是臣亲自布置，因此由臣来主持验审，应当说最为合适。你如何验审？臣只验审一件事：王九思当街打死方老汉父子二人，民愤极大，杀人偿命，理当斩首息事，其他一概不审。这是个好主意。好，张先生的主意极好。明儿个一早就让皇上你一道旨送到内阁。说于内阁知道，妖道王九思一案由张居正主持验审，三法司及东厂参加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
张大人。二位如果没什么事情，咱家先回去了。舒大，王九思一案由你主审，你准备怎么个审法啊？首府放心，我不会让王九思信口雌黄。可是皇上明旨啊，要东厂参加三法司验审断案，这明显是冯保的主意啊！他是想借王九思一案往老夫身上栽赃。冯保虽然工于心计，但主审官是我，他不敢拿首府怎么样？那就谢了。哎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你不要做辱没人格之事。首府多虑了，我倒是希望首府能够跟冯保消除隔阂，求同存异。平心而论，冯保虽然胸有城府且有贪鄙的毛病，但是他毕竟在司礼监做了近20年的秉笔太监，和孟冲相比，他不但安守朝廷掌务，而且尚能识大体、顾大局。更重要的一点，他是当今皇上的大伴，皇上尚在襁褓之中，他承担了教养的责任，所以皇上十分依赖他，李贵妃也十分信赖他。在下知道首府不喜欢这个人，但是为了内阁和司礼监的关系，也为了朝廷大计，在下还是希望首府能与冯保捐弃前嫌，共同辅佐幼主。舒大，听到你说这种话，我真叫我寒心呐！忠言逆耳啊，首府！现在京城5府6部18大衙门所有的官员，谁不知道冯保的狼子野心？此人效力苍刀，一旦大权在握，必然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前朝刘瑾、王振等宦官弄权，凌辱百官，扰乱朝纲，这个教训不应该吸取吗？在下说过，冯保能识大体，只要不以矛戟相见，便可化干戈为玉帛。舒大，看来你真的是想与燕硕为伍了。大人，冯公公遇见您。知道了。说到首府大人，有些事情啊，贵妃娘娘和您可能对她有些误解。你的心思啊，我早就摸透了。别跟我面前玩那套孔孟礼数，你能忍，我可没你那城府。我误解他，你想想，你在午门外敲鼓为的是何事？你拿了王九思，又是谁逼你放人？那努尔花花又是谁同意带进宫的？依我看，他高拱根本就不配坐在首府的位置上。他勾结同党，倒行逆施，利用太子爷登基的机会要扳倒我和吕调阳。他这不是磨刀霍霍，是举刀要砍。你冷静一点。您、我、高拱都属朝廷重臣，如果我们能够捐弃前嫌，必定能开创天下苍生所期待的万历新政。张先生，你这些话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此话怎讲？不是我与高拱水火不容，是百姓期待的万历新政。有高拱在，这一切就是一句空话。舒大，你要三思。行了，不说这种没油盐的话了，言归正题儿。昨儿夜里，你向贵妃娘娘建议，让东厂参加三法司验审，我领你这份情儿。现在，我求您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让东厂密探扮成巡城御史府上的人，前往刑部大牢会见王九思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个，您就甭管了。舒大，找我有什么要紧事儿？一场火拼在所难免。你指的是高拱和冯保？他们两个积怨太深，形同水火。我苦口婆心，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。这事儿你本来就是多此一举嘛。高拱和冯保
哪个是省油的灯？他们两个都精于攻心。不过，从江山社稷考虑，高拱确实已成老朽。舒大，我觉得是非已明，该是你表明立场的时候了。可是高拱毕竟有恩于我，在此关键时刻，我怎么能落井下石，做那种让天下人不耻之事呢？你若只顾励精图报，不顾江山社稷，那才是要遭天下人唾弃呢。冯宝儿让东厂的密探装扮成巡城御史府上的人，到刑部大牢去会见王九思。你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做？舒大，这事儿你早就该明辨是非了。干什么？巡城御史府上的。你们有何事啊？提升王九思。这个咱们部堂大人有令，没有他的手谕，任何人不得提审。哼，您知不知道，现在谁是王九思一案的主审官呢？内阁次辅张居正大人。这不就得了？咱们有张阁老大人的手谕。哦，既有府台大人的手谕，你们请进。走。吃饭了吗？吃饭？这牢里的饭，朱石也比他强啊。是啊，您是富贵惯了，这牢饭怎么能合你的胃口呢？所以我特地给您带来一些好吃的。真香啊！哎，你这里不会给我放毒吧？您要是怕死，那就别吃了。哎，等，得，我宁可中毒，我也不做饿死鬼。哼，真香。哎，你们是哪个衙门的？我这身打扮是巡城御史府上的。其实啊，咱们是东厂的人。东厂的啊？对，东厂。哦，那是冯宝派你们来的？不是，我们是受孟公公之托前来见您的。孟公公怎么样了？孟公公已被冯公公保下来了，他上无大碍。但您不一样了，这次高拱已向皇上写了奏本，要将您问成死罪呢。没门儿！我见皇上，要不是高拱特许，那断然不能的。我要是死了，他也甭想活着。这就对了。你要想活命啊，你就得听我们的。下官告辞。永熙啊，生死攸关，就看今朝。祝你旗开得胜，顺利归来。是。冯公公，呵，你们家主人呢？你没来凑个热闹啊？首府是内阁的首府，并不是下官的主人。内阁？用不了多久，皇上就得把他赶出内阁，等着瞧吧。哼，这个阉术！升堂！
报上名来。王九思，人称崆峒道人，隆庆皇帝亲旨的太医。没问你那么多。王九思，你为非作歹，草菅人命，当街打死方立德、方大林父子，你可知罪？方家父子违抗君命，干扰本仙人清命炼丹，他们是咎由自取，找死！放肆！你犯下命案，却把罪责推到先帝身上，真是胆大妄为。大人，我这不是狡辩，我之所以这么说，实乃是事出有因呐。有何原因？我本在崆峒山中修行，早已不问人间俗事。是首辅高拱大人写信给贫道的师傅，让他差贫道来京给隆庆皇帝治病，要不然我到这鬼地方干嘛来啊？你不要信口雌黄，要审就得审个明白，要不然难以服众。王九思，你师傅是谁？王金呐，就是当年嘉靖皇帝爷封为太医的那个道人王金。正是。王九思，你刚才说是高拱写信给你师傅王金，要你来京城给先帝治病的。冯公公，王九思草菅人命的事儿还没审明白，为何要牵扯他的师傅王金？追根必须寻源，这妖道的来龙去脉还没弄清楚，怎么往下审呢？当然可以审，我要审的是方立德、方大林父子的命案。我问的跟这人命案并无二致。王九思，我再问你，是高拱写信给你师傅王金，要你进京给先帝看病的？千真万确啊！我要有半句假话，您割了我的舌头。好，王九思，你本属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但你若是诚心坦白，以实情相告，兴许还能有条生路。这我还不懂。今日会审到此结束，散堂。这个妖道，怎么突然往首府头上扣屎盆子？这明明是孟冲的事，他往首府身上扯。照这么审下去，高大人还不成了罪魁祸首了？以下官来看，这里面肯定有阴谋。这3堂会审就是个阴谋，我看不能这样下去。这个妖道再胡说八道，下官宰了他。张先生，王九思今儿的口供可以整理出来，由3法司会审的官员一起签字送皇上阅览了吧？我是主审官，3堂会审的一切事务由我来做主。出尔反尔，把一些不该让外人知道的机密公诸于众，你这不是明摆着要玷污先帝的声誉吗？玷污先帝的人是高拱，他就不该写信给王金，将那妖道弄进宫来。我们在贵妃娘娘和皇后面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？不审其他，单审王九思草菅人命一案。你怎么又改口了？不是我改口，是你骨头太软。你要是下决心与我同心协力扳倒高拱，我会出此下策吗？再说了，今儿个王九思已经当堂指证了高拱，咱们就应该马上把他的口供送到皇上那儿去阅览。按惯例，对人犯的验审有3次，这3次当中，人犯的口供完全一致，没有改变，才能将口供送呈皇上。好啊，既然有规矩，咱就按规矩办。这第2堂会审什么时候举行啊？什么时候举行我说了算。今日公务缠身，我是先帝陵寝的督修大臣，早已定下日期，明日去天寿山视察工程。哎，你是想让这个案子继续拖下去，好让高拱有喘息的机会来对付我呀？随你怎么想。张局长，我告诉你，高拱要是整了我，下一个就是你。首辅大人，以卑职来看，今儿个不是在审判王九思，而像是审判您。首辅大人，看来这个冯宝是想对你下手了。
弹劾冯保的奏章还没有递到皇上那儿，没想到居然让他给抢了个先手。首辅大人，这件事儿肯定是张居正暗中指示，要不然这王九思怎么能反过来咬大人您一口呢？我早就说过，应该把这个妖道给宰了，不然也不会引出这么多事端。多给我住嘴！都是些废话，难道我还不明白？张居正和冯保早就暗中勾结，只是迫于时局，没有找到机遇。首辅大人，眼前这个形势，咱们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立即坐稳，弹劾冯保。谁？首辅，是我，张居正。哎，别，谁也别动，看他来干嘛？请进来吧。啊，都在这儿。你来干嘛？验审结果，想必首辅都已经知道了。那是有人在背后指使那个妖道栽赃陷害于我。你身为主审官，竟然不闻不问，而且还任其妖言惑众。今天到我这儿来，你还有何辩解啊？啊，你可以给我定罪了，你和冯保的阴谋得逞了。验审王九思能定的罪，就是他唆使手下人打死房里德父子。这一点，王九思今日供认不讳。我作为主审官，本不想使这个案子变得如此复杂，可事已至此，你我均无退路。眼下首辅所能做的还有一件事，缓和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，与冯保坦诚相见，和衷共济。你是想让我和冯保那个阉术求情？做梦去吧！我就是这点乌纱不要，我也绝不向宦官低头。要审就审吧，要杀要剐，随你的便。你给我走，走！哼，猫哭耗子，假慈悲。落尊，卑职在。传令6科郎各言官，明天到内阁议事厅会议。是。大人，唉，看来我确实是多此一举。礼部左侍郎王显觉在此恭迎福台大人。天气燥热，你们辛苦了。你们的尚书大人吕调阳很清闲，怎么没见他人影啊？啊，吕大人身体稍有不适，在家休养。不会是得了什么心病吧？啊，下官实在是不知。啊，赐福大人，下官在感恩殿厅堂准备了茶点，请大人挪步，吃几片西瓜解解暑。不了，先去陵寝工地看看吧。先帝入宫的吉日已经选定，是9月11日，离今天还有整整3个月。我看这里诸事进展顺利，不会误了工期吧？最多还有1个月，这里就可以全部竣工了。前天下官回了趟京城，把这里的工程情况向首府做了禀报。首府有何指示？首府说，督察陵寝的官员勤勉努力，等到工程竣工以后，他会向皇上谏言，给这些官员予以奖励。听说首府准备让你接任礼部尚书一职。哎呀，吕调阳大人在尚书任上表现出色，下官有所不及呀。可是据我所知，礼部议营事务早已有你在那里。哪里，只是相互商量而已。下官不敢越俎代庖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跟你说不准进去。哎，张大人，为何欺负老人？回大人，这个人私闯陵区。看你这一身白袄，是不是为先帝致哀啊？新皇帝虽然已经登基，但毕竟与先皇是父子，登基之喜掩盖不了对先皇大行之哀呀。
所以这身校服我还要穿3927天。老人家贵姓啊？免贵，姓常。请问常先生，为何要私闯皇陵啊？到这里来看看，为先帝修建的昭陵工程。哦，你为何要看昭陵啊？来看先帝是否葬得其所啊？你是风水先生？叶老村夫，略懂一点堪舆之学。哦，那你看昭陵的风水如何？昭陵这块基壤是先帝在隆庆2年钦定的。对，那是皇上钦定的。这么说，这是天意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哎呀，这天寿山水木清华，龙脉悠远，形势无可挑剔。这在华夏大地，也不失为一块吉壤啊。但望事寻龙易，须知点穴难。当年永乐皇帝点的就是正穴，一处吉壤啊，只有一个正穴。天寿山的正穴就在长陵。大人，你们是为了视察先帝陵寝工程而来。天寿山已经葬了9个皇帝，地气已尽啊，为保大明的江山，需要另找新的吉壤。你先把他拦住，我还有事要向他讨教。这是应该猜上去。首府大人，首府大人，大家记忆的如何啊？大计已定啊！冯保窃取内库材料，大兴土木，营造私宅之事，由户科给事中呈文上书奏本。皇上登基，冯保篡居预测之事，由下官亲自参奏。另外，理科给事中陆树德那儿也有一本要奏，他这一本将在明天一大早送到皇极门。为了提防冯保将这些奏本私藏不发，我们特地准备了正副2本，正本送入宫中，副本送到内阁。方才我们大家所议的这3份奏章固然很好，但是若想把冯保一举逐出司礼监，还有更重要的材料可以利用。还有哪些材料？先皇的遗嘱要司礼监跟2位内阁大臣同心辅佐幼主。自从上底报刊出以后，在官员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大家都认为这份遗嘱疑点甚多。都有哪些疑点？第一，学生听说司礼监跟2位内阁大臣在赶到乾清宫的时候，隆庆皇帝已经昏迷，所以说这份遗嘱是不是亲口所授就很成问题。第二，我大明开国至今200多年，从没有宦官与内阁大臣同受顾命的先例，因此这份遗嘱有违祖制。第三，就是让宦官跟2位内阁大臣同心辅佐，而当时的司礼监掌印是孟冲，而不是他冯保。为何那一日在隆庆皇帝病榻前的却只有冯保，没有孟冲呢？这个事儿，孟冲当时也给我提出过疑问。大家都在私底下议论，这份遗嘱可能是矫诏。矫诏？对，矫诏。若能以此矫诏之事上书奏和，天下士林必定响应。一旦属实，他冯保就不是离开司礼监的问题了。洛尊说的对，再上一书，弹劾他矫诏之罪。首府昨日说打蛇要打7寸，这一本参上去，就等于打了冯保的7寸。官员们的私下议论，我早有耳闻。关于矫诏一事，虽有疑点，查无实据啊。何况此事牵涉到皇后和贵妃，弄不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所以这次弹劾，就不要在矫诏一事上做文章了。首府所言极是。骆大人的提议虽不失为一个好主意，但擒贼擒王，还要按照首府您的方略行事。只要我们同仇敌忾，上下一心，不瞅大奸不除，清君侧可见千古奇功。对，清君侧。父王，小的全都打探清楚了，他们都聚集在内阁的议事厅。都有谁？有6科郎的言官以及魏廷山他们。他们都说些什么？他们说公公已经不是个东西，
你现在立刻去传巡城御史王传，到天一阁见我。是。王大人，冯公公已在楼上恭候您了。冯公公，王大人，你可来了。冯公公找我有急事儿。你说你这做主张阁老也真是，在火烧眉毛的时候，偏偏又跑到天寿山去踏勘先帝的陵寝，这不是有意躲着我吗？不会吧？张大人是先帝陵寝的总督修，他去督查的日子是事先就定好的。算了吧，他这是跟我怄气。他这一走，王九思的案子就搁那儿了。高拱现在正在摩拳擦掌，所有那帮言官，明天一早准备上书皇上弹劾于我。他们真的要动手了？所以呀，眼下是你死我活的时候。王大人，还烦劳您去趟天寿山，无论如何把张国老给我请回来。大人，阁下还认得我吗？你是26年前你来京参加会试，和你同住一个客栈的那位江西世子，也就是向往阳明心学的何疯子。何疯子？何云隐，我来正是为了会你。会我？何事啊？坐。舒大兄，你韬光养晦多年，现在终于有了出头之日。我何心斗胆地问你一句，你可愿意做一个太平宰相啊？怎么说起这种不着边际的话？我这绝不是狂语。如今你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一定能做一个为万民拥戴的太平宰相。何以见得？明朝的新皇帝虽然已经登基，是个只有10岁的少年君主，如此年少的天子能懂得什么？治国安民还不都得靠首辅啊？所以本届首辅可以用满腹经纶指点江山，激浊扬清，改革朝政。舒大兄，你要能做到以下3件事，就一定能当一个为万民所拥戴的太平宰相。哪3件事？第一，你要进贤用贤，消除朋党政治。平心而论，高拱是一个难得的干练任事之才，却陷入到朋党政治的泥潭而不能自拔。朋党政治确实是官场的毒瘤，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也不能一蹴而就。所谓进贤用贤，说起来容易，可是干起来并非易事。有些贤臣确实名气很大，可是让他们办事，不是办糟就是办不成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件事，你要多用循吏，少用清流。此意与我不约而同，切中时弊。那这第3件呢？第3件做起来比前2件只怕更难呢。什么？第3，你要清句式，立庶民。孟子曰：“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句式。”你却让我清句式，这不是自掘坟墓吗？舒大兄，翻开史书1页，历代演成设计祸变者，莫不是句式所为呀。所以像唐太宗这样一代民主登基之初，便将江右句式统统贬为庶民。本朝开国的洪武帝也唯恐天年之后句式生变，千方百计地剪除干系。记事者，顾名思义，皇亲国戚，也就是这些人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巧取豪夺，鱼肉百姓。舒大兄，你要是能做到以上3点，你就一定能开创一个为后世所敬仰的万历新政。你这是书生意气，算了吧。
咱们今天这番话全当开个玩笑。舒大兄，你为何如此说啊？因为当今首辅是高拱，不是我张居正。哎呀，我何心颖再顿拙，也不至于连当今的形势都看不清楚啊。你取代高拱，已是指日可待了。朱贤兄，此地可不能胡言乱语啊！哎呀，我又没有喝酒，我怎么能胡言乱语呢？高拱虽然是一个难得的宰相之才，但比起你舒大兄，又要稍逊一筹啊。如今高拱与冯保正斗得驴嘶马喘，而你却在这天寿山中坐山观虎斗，这是何等的聪明之举哟！你这是越说越离谱了。